这个社会正在狠狠地惩罚没有本事的人。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，还真听不懂这影片，估计也不会认可。有缘人，欢迎来到静心思维频道，祝大家健康安泰，福星高照，一切顺利。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，请大家点订阅我的频道，这会让你更快达到财富自由。当然，你再也不会错过本频道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分享。点赞和评论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，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结束后分享自己的感悟和经验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，不想成为没有出息的人，这8个坏习惯你一定要改掉。有一个善人抓到一只乌龟想吃，但是碍于自己是善人，他就在一个烧开的锅上面放了一块很窄的板子。他跟这个乌龟说，这样吧，是生是死由天决定，你要是能从这板子上面爬过去，我就放掉你，那要是你爬不过去，那就不要怪我今天开荤了。小乌龟忍着高温爬过去了，善人大惊，抓起小乌龟说，小乌龟最棒了，我们再爬一次。谎言可以重复，无耻没有限度。当良知沉睡中提到，每25个人当中有1个人有无良症。无良症就是一个人完全没有良心的感觉。我们大家每个人都会做错事，我们有时候也会不小心地伤害别人，但是你伤害了别人之后，你会觉得内疚。但是无良症的患者完全没有这种感觉，他丝毫不会受到他的牵绊影响，他觉得无所谓对和错，只要我能够达到目的就行了。这类人往往非常精于算计，极具表演天赋，对待感情时会非常冷血。他为了赚钱不择手段，他可以伤害周围所有的关系，用牺牲他人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目的。他们最终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实际上，聪明与智慧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别。聪明往往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而智慧则能看到事情的整体和长远。为什么贪得无厌的人没有好下场？话说，有一只老鼠掉进了一个米缸，但是老鼠吓坏了，它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然后慢慢地回过身来，发现这不是一个陷阱，这简直是一个宝库啊！然后这个老鼠就开始放松了警惕，过上了吃了睡，睡了吃的生活。但是老鼠忽略了一个问题，米缸里的大米被吃掉的越多，米缸的深度也就会越深。本来刚掉进米缸的时候，它完全可以跳出来，但是现在把米都吃得差不多了，都吃到缸底了，他才发现自己已经跳不出去了。最后这只老鼠死在了米缸里。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因为眼前的利益而失去了永久的自由。我想奉劝各位一句，千万不要做一个贪得无厌的人。那些看似丰厚利益的背后，很有可能就是万丈深渊。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贪得无厌，而那些高明的人都是见好就收。乞丐问，能不能给我100块钱？路人说，我只有80块钱。乞丐说，那你就欠我20块钱吧。有些人总以为是上苍欠他的，总觉得老天爷给的不够多，不够好。贪婪之欲早已取代了感恩之心。这种没有本事的人，往往没有贵人相助，
难有出头之日。古时候，一对父子进城赶集，父亲骑驴，儿子牵着驴走。有路人指责这个父亲好狠心啊，自己骑驴却让儿子走路。父亲听到之后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便把驴让给儿子骑，自己走路。又有人说好一个不孝子，让父亲走路，自己却悠哉骑驴。儿子听到之后，顿感心中惭愧，于是就让父亲上来，两个人一起骑驴。可结果还是有人说这父子真造孽，一头瘦驴怎会经得住两个人的重量呢？父子一听，双双下地走路，谁也别骑了。可谁知还有人对他们哈哈大笑，这俩傻瓜放着驴不骑，偏要走路，真够蠢的。最终父子二人停在路上不知所措。其实在现实生活中，有很多人就像这对父子，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总想得到所有人的满意，但到最后会发现，你无法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。有人懂你，就一定有人不懂你；有人相信你，就一定有人质疑你。当别人骂你一句的时候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记了一天，他就骂了你一天；若你记了一年，他就骂了你一年；你到死都记得，那么这个人他就骂了你一辈子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能干扰你的往往是自己太在意，能伤害你的往往是自己想不开。有句话说得非常经典，这个世界谁在意了，谁就输了。有个人奋斗了大半辈子，就给自己买了一个四合院，院子有一棵树。有一天，一个路人经过，看到这棵树，就告诉他这棵树在院子里不吉利，你赶紧把它砍掉。他就问那个路人为什么，路人说你的院子是正方形，里面有一棵树，这岂不是一个困字吗？他觉得路人说的有道理，于是准备砍掉这棵树。正在这时，又有一个路人经过，便对他说这棵树不能砍，你如果砍了，方方正正的，院子里只有人，这岂不是一个囚字吗？他觉得也很有道理，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砍掉这棵树。此后的几天，他很是懊恼，茶饭不思，晚上也是辗转反侧，难以入寝。正当他天天为此事烦恼之际，一位禅师路过此地，于是他就向禅师说了自己的烦恼。禅师的一席话让他恍然大悟。禅师说，如果你砍了，院子里阳光充足，你可以每天都晒到太阳；如果不砍，也很好，你可以在大树下乘凉。所以想砍就砍，不想砍就不砍，何必在乎别人怎么说？其实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烦恼，而很多烦恼的根源皆在于太过在乎别人的看法。正如这个人，他将别人的看法放在心上，完全不考虑自己的需要，所以才烦恼不安。其实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，看法也就不一样。只要我们不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不为难自己，心中便自无烦恼。一个觉得自己特别有才华的年轻人，一直得不到重视，为此他非常苦闷。
有一天，他就去质问上帝：命运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？上帝听完了以后，沉默不语，只是捡起了一颗不起眼的小石子，把它扔到了乱石堆当中。上帝说：你去找回我刚才扔掉的那颗石子。结果这个人翻遍了乱石堆，却无功而返。在这个时候，上帝又取下了自己手上的那枚戒指，然后也用同样的方式扔进了乱石堆当中。结果这一次，这位年轻人很快地找到了他想要找的东西，那枚金光闪闪的戒指。上帝虽然没有再说什么，但是他一下子便恍然大悟，当自己还只不过是一颗石子，而不是一块金光闪闪的金子的时候，就永远不要抱怨命运为什么对自己不公平。有许多人跟这位年轻人一样，总是抱怨上天的不公，以为自己很重要，以为自己有特别多的才华，其实这只不过是自以为是，高估自己的能力而已。所以你要记住这句话：当你相信自己对这个世界已经非常重要的时候，其实这个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。别把自己太当回事，这并不是妄自菲薄，也并非是对自己能力的否定，而恰恰相反，这正是对于自己正确客观的认知，从而让自己更好地相信自己，勇敢地去挑战，去追求，让生命走向一次又一次的辉煌。这个世界不会因为缺少了你而会变得不同。有一位特别自傲的人，总是认为自己特别了不起，以为自己特别的重要。有一次大学同学会，有几十个人到场，到了吃饭的时间，他故意躲进隔壁包房的厕所，好让别人都来找他，给别人一个所谓的惊喜。可是意外发生了，由于大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当中，直到用餐碗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。最后他实在憋不住了，从厕所里面跑出来，非常的沮丧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你可能总是会迷失在自己的这种错误感觉当中，自认为自己好像很重要，但是实际上你在别人眼里是微乎其微，芸芸众生之中，你只是一个名字，一个过客，或者是无关痛痒的陌生人。不要盲目地认为自己好像对别人有多大的影响，对这个社会和世界有多大的改变。其实没有你的微笑，世界照样美好。世界不会因为缺少了你而变得有所不同。其实很多时候你并不是不可或缺的，只不过是你自己想想，自己特别重要而已。为什么常说祸从口出？给你讲个故事，你立刻就明白了。以后要好好管住这张爱惹祸的嘴。有一头牛在地里干了一天活，回到牛棚以后说，今天有点累，要好好休息。这句话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但是这句话被猫听到了，猫就跟狗说主人很过分，只让牛干活，不给牛吃草，牛不愿意干了。狗听了这话，回头就告诉了羊，牛说不想干了，要辞职工作，太累了。到了晚上，妇人过来喂羊，羊就对妇人说，牛说主人对他一点都不好，只让他干活，不让他吃草，干不好还要挨揍。
他不干了，明天就去辞职。结果夫人回去以后就和主人说，牛要背叛你。听到这话，主人拿着刀就去找牛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这头牛和你的经历很像？牛从头到尾谁都没有得罪，也没有说错话，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因为他向同事抱怨工作了，通过以话传话的方式传播，传到老板那里的时候，这个简单的抱怨已经被放大了无数遍。职场上没有朋友，只有同事；没有信任，只有利益。一定要谨言慎行。太喜欢说话的人，到最后会失掉所有人对他的尊重，常每天都叫个不停，但是从来没有人会注意到他。而公鸡一叫，所有人都知道该起床了。你说的越多，话的分量就越轻。智慧的人，只有在重要的时候说一些有意义的话，反而让人肃然起敬。言不在理，多说无益。一个鱼塘新开张，钓费100块，可是大家钓了一整天都没钓到鱼。老板说，凡是没钓到的就送一只鸡。于是大家回来的时候，每人拎着一只鸡都很高兴，觉得老板很够意思。后来看门大爷说，老板本来就是一个养鸡专业户，这鱼塘压根就没鱼。这个方法叫做去库存，这样来钓鱼的人越来越少了，老板去库存的也没达到目标。老大爷也因为这句话被炒了鱿鱼。这则故事告诉我们，帮人看门就得管好自己的嘴，在社会中生存，假话不说，真话不全说，就是不在胖子面前去讨论身材，不在个矮的人面前去讨论身高，不在学历低的人面前去炫耀自己的学历。人有一些劣根性，就是特别喜欢在别人面前去表现一种优越感。这其实是一件特别愚蠢的事情，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傻子，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。越有本事的人，通常越是看破不说破。我这总有你看不惯的事，也会有你看不惯的人，遇到什么样的人都不稀奇。所以把讨厌的人看清，不如把讨厌的人看清；把讨厌的事看透，不如把讨厌的事看淡。一个关于不懂装懂的故事。楚地有一个人，天生不认识姜，说姜是从树上长出来的。有人告诉他姜是在泥土里长成的，这个楚人却固执己见，说道：让我们向10个人询问，我愿意拿我的驴作为赌注。不一会便问了10个人，这10个人都说姜是在泥土里长成的。这个楚人哑然失色却说，我的驴就输给你了，但姜还是在树上长成的。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喜欢不懂装懂的人呢？猪猪很喜欢唱歌，但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。每当电视上有歌唱比赛时，他总是喜欢给出评论，这个人唱歌太没有感情了。然而评委给出的评价却是，那个人唱歌很有感情，只是音准还要再加强一些。这时猪猪会说，这是什么垃圾音乐人，他根本就不懂音乐。这就是达克效应，是一种认知偏差现象。简单的解释就是，在某些领域，越是能力不足的人，
就会越有优越感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打从心底认为自己就很厉害。人的毛病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，大家都不喜欢向人求教，却喜欢为人师，因为向人求教会显得自己比别人差，而为人师就显得自己比别人高明。又有一个北方人，天生不认识菱角，他在南方当官，一次酒席上有菱角，他吃的时候连颗一起放进嘴里。有人对他说，吃菱角需要去掉壳，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短处，说道，我并非不知道菱角的吃法，我连壳一起吃，为的是清热散火。有人问他，北方也有菱角吗？他回答说，前山后山，每个地方都有。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。其实菱角是生长在水中，而不是生长在土里，这是因为他为了装作有学问，硬要把不知道的说成知道的。有一句话叫一壶水不响，半壶水响叮当，那个水一满，它就没有声音了，那个水很少，声音特别大。懂得越多的人，越不敢讲话很大声，凡是讲话很武断很绝对的，都是不太懂。越没本事的人，越喜欢不懂装懂，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无知。10窍懂了9窍，剩下1窍不通。其实人最悲催的就是固执，认为自己的想法见解都是对的，执着于这种幻觉，像盲人摸象一样，永远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真相，更缺乏智慧。如果你都是对的，那为什么外在没结果，内在也纠结呢？泰戈尔说，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就是指责别人，最难做的事就是认清自己。为什么有些人无法承认自己有错？因为他们没办法面对错误，所以把自己都骗过去了。他们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都是对的。这种情况可能是他们无意识地启动了否认的心理防御机制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如果你一旦犯错，必将受到严惩，久而久之，对错误的恐惧就会长在你的心里。即便你现在长大了，也容易无视客观的事实，不承认自己犯错。当你对别人毫无保留的时候，就是你被踢出局的时候。不信你听完这个故事。话说从前有户人家，家里总是招老鼠，然后这家主人就养了一只猫。结果这只猫非常的卖力，仅用了1天，就把家里所有的老鼠全部抓完。又过了3天，家里面再也没有老鼠的出现。这个主人就感觉这只猫已经失去了作用，留着它只会浪费我的粮食，然后就把这只猫给丢掉了。后来又过了1个月，主人家里又开始出现老鼠。这个主人就和上次一样，又养了一只猫，但是这只猫就非常的聪明，它偶尔抓几只老鼠，但是又不经常抓。看到老鼠以后，它总是象征性的喵喵几声，把老鼠吓跑以后，它就去玩了。结果主人就对这只猫形成依赖，对这只猫特别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有老鼠在，这只猫就永远有价值。狡兔死走狗烹，把鸟打尽了，那良弓就没有用处了。兔子已死，
那狗也没有用了，不如烹了吃了。一个人失去了利用价值，就会被杀掉，或者落下个比别人更惨的下场。你有没有想起老谋深算的司马懿？难道他真的没有看出来诸葛亮的空城计吗？如果司马懿担心有埋伏，随便派支军队杀过去，立刻就知道虚实了。就算是围城不攻，诸葛亮都得饿死。那么司马懿为什么决定退兵呢？因为他知道，如果诸葛亮死了，那么天底下就没有人能够和魏军抗衡，司马懿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。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感情上，如果你想让一个人永远对你好，那么就永远不要让他看到你的底牌，否则你就很容易被抛弃。闭嘴的鱼最不容易被鱼钩勾住。不要因为你一时投缘，就对其他人毫无保留。一见面就问你谋生方式的人，本质上是在计算对你的尊重程度。带着答案问你问题的人，他要的不是答案，而是你的把柄。当你脑袋一热，想和别人袒露心声、掏心掏肺的时候，记住赶紧闭嘴。对于刚认识的人，不要太热情，你越热情，别人就越瞧不上你。别人对你稍微好一点，你就掏心掏肺。你以为这是坦率，其实这是愚痴。你根本不知道，交出去的软肋，什么时候会成为刺向自己最锋利的那把匕首。一旦别人觉得你没用了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手里没把米，叫鸡都不来。一定要记住，不了解你的人是不会欺负你的。保持距离，保持神秘，少说话，自带威严。人不狠站不稳，想要成事，就得心中有佛，手里有刀。两只狼来到草原，一只狼很失落，因为它看不见肉，这是势力；另一只很兴奋，因为它知道有草就会有羊，这是视野。这就是视力和视野的区别。每个人都有眼睛，但不是都有眼光。人生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，不同的角度看问题，结果也是天壤之别。眼睛只能看到当下，眼光才能看到未来。什么叫眼光？在猴子面前放一根香蕉和一根金条，猴子只会拿香蕉，因为猴子从来没有学习过，不知道一根金条可以换来千千万万根香蕉。而今天一样的道理，在人面前放一根金条和一个学习的机会，大部分人会选择金条，却不知道一个学习的机会可以换来千千万万根金条。所以当你的才华撑不起你野心的时候，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。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时，那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。人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，你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对世界的认知的变现，你所亏欠的每一分钱都是因为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缺陷。你永远赚不了超出认知范围以外的钱，除非你靠运气。单靠运气赚到的钱，最后往往因为靠认知亏掉，这是一种必然。社会最公平的地方在于，一旦你的认知和财富不匹配，
社会就会有100种方法来收割你，直到相互匹配为止。未来不是人找钱，而是钱找人。财富永远都是流向最匹配他的人，这就是那些高认知的人。有一个人问一个乞丐，如果有一天你获了一个大奖，得了很多很多的钱，你准备干什么？这个乞丐听完哈哈大笑，说了一句话：我一定要把我讨饭用的这个饭碗换成金饭碗。你还千万别嘲笑他，因为这就是在他的世界当中，他能想到了有钱后过上了最好的样子。这就叫做认知。认知决定你的想象力，要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。我觉得主要是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。第一，要放开胸襟，就是不要先执着于自己的东西，要善于接纳外界来的所有的信息。第二，要多读书。读书可以使你在不同的观点之间进行比较。第三，要多行走，多了解现实世界，多在不同的文化中间进行比较。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也许你的认知水平才能提高，你的见识才能变得更加的长远，那么你对自己人生的布局才可能变得更加的完整，你的人生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成功。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。在1992年，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四下午，一所普通的学校里像炸开了锅一样，因为来了个大人物比尔盖茨，他来看望这里的孩子们。临走的时候，比尔盖茨说自己有可能在某个周四下午再来看大家，如果他看到谁的桌子整理得最整齐，最有条理，他将送给这位同学一台免费的个人电脑。大家听到后非常的兴奋，因为电脑在当时还是非常昂贵和稀有的，所有同学都梦想能得到这样的奖励。因此当比尔盖茨离开学校以后，每到星期四的下午，所有的孩子都不约而同的把课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。其他的时候，绝大部分的同学都不愿意去整理。可是有个高年级的同学觉得，比尔盖茨虽说是周四下午，可是他那么忙，没准上午就要来了。于是他每周四一大早就开始收拾课桌。后来他又想，比尔盖茨说不定除了周四以外的任何时间来访，收拾完以后不久课桌又乱了。他就想，万一比尔盖茨这个时候来的话，之前付出的努力不就都泡汤了吗？于是他决定，他的课桌每时每刻都要保持整洁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可遗憾的是，直到他毕业了，比尔盖茨还没有来，其他的同学早就忘了要继续收拾课桌。可是这个学生却因此养成了一个随时保持整洁的好习惯，而且他从此也学会了做事情一定要有条有理和坚持，这让他在后来的一生中都受益很深。很多年以后，他终于见到了比尔盖茨，但他不是来送电脑的。比尔盖茨用2.4亿美元买了他公司的股权，这是个伟大的成功。没错，这个孩子创立的公司就是脸书，世界第一个社交平台，而他就是马克扎克伯格。习惯
是一个人思维和行动的真正领导者。从小培养起来的良好习惯将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，坚持下来就意味着踏上成功的列车。一个人是怎么废掉的？只说不做，假装试着努力，持续性的幻想，语言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子，做才有结果，光说没用。涂磊说，等我的女儿长大了，我一定要告诉她，如果一个男人关心你的方式是叮嘱你下班路上要注意安全，你病痛的时候说段子哄你开心，你做家务的时候夸你能干，你经期的时候让你多喝热水，这样的男人不值得你托付终身。有一句话，从不知道到知道，靠的是学习；从知道到得到，靠的是行动。有缘人，感谢收看本视频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。若觉得有帮助，请点赞支持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别忘了订阅，更多精彩等你。我们下期再会，愿你修行之路畅通无阻。